这回到公交车上给50岁孕妇让座当天，这一次我身上的液体喷涌而出，抢先在座位上留下记号。只因上一世我在公交车上好心给50岁孕妇让座，却没想到她突然叫我老公，还说我马上就要当爸爸。开始我以为是什么骗人的把戏，并没有过多的理会。可3个月后，她肚子里的4胞胎出世，孩子跟我的血缘重合度为99%。她拿着亲子鉴定，在我公司楼下大吵着要和我在一起。身价过亿的女友得知此事，直接跟我分手。后来我迫于舆论压力跟她结了婚，为了养活他们，我不分昼夜的辛劳。就在4个孩子上大学那天，那女人拿着大宝剑，愤怒地朝我这边冲来，一刀刺进我的胸膛，并冷冷开口地说道：“你永远别想知道莫名其妙让我怀孕的原因。”再睁开眼，我回到第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她那天，朱慧飞那张又肥又油的脸死死地盯着我，痛苦的回忆像潮水一样扑面而来。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朱慧飞根本没有发生关系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会跟我是父子关系？小伙子，没见人家孕妇站你旁边半天了，还不赶紧让座？一旁老太太催促的声音响起，而我环顾四周，马上发现了一个疑点。明明我前后都有空位置，可这朱慧飞却视而不见，非死死盯着我位置。我看着朱慧飞肥大的屁股，心中有了猜测。难不成是因为她坐了我坐过的凳子，我们俩产生了接触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跟我建立了关系？我突然心跳加速，浑身疲软。上一世那4个又丑又胖的孩子叫我爸爸时的恐惧不断冲击着我的大脑，我甚至感觉下一秒就要从凳子上滑下去。不行，在真实原因未揭晓之前，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我又使劲往凳子上靠了靠，摆明了自己没有让座的意思，闭着眼睛想装睡。可一旁老太太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人家孕妇搁你旁边站半天了，你装什么傻？还不麻溜让座？”紧跟着，另一位大爷也开始指责我：“挺大爷人呐，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？屁股那么沉呐！”我闭着眼睛，尽量去忽略这些声音，因为上一世也是这样。我本来想在车上小睡一会儿，可就是因为朱慧飞一直站在我旁边，加上这些人的指指点点，我没有办法才让了座。但有了上一世的教训，这一世除非把我拖下来，否则老子绝对不会让座。我忍不住开口回怼：“先不说这车上工作一大堆，我根本没必要让座，而且我又没有坐在老弱病残椅上，凭什么让我让？你们那么爱发扬做好事的美德，你们让啊！”但我说完，朱慧飞竟然开口了：“我实在是不舒服，走不动了，要不你起来扶我坐到后面吧。”可我马上注意到他眼里闪过的一丝狠毒，我咽了口口水。旁边大爷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小伙子，人家孕妇都不跟你计较，那你就起来扶人家坐到后面。”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起来。心中的直觉越发强烈，朱慧飞所有的异常行为好像都在完成一件事，那就是让我从凳子上起来。我不起，你那么爱帮人，你让就是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壮汉朝我冲了过来。小子，你让还是不让？这男的胳膊比腿还粗，身旁稀稀拉拉又站起来好几个人。赶紧让，欺负老人还不够，我们不能看着你在欺负孕妇。这群人真他妈像人机，老子就不让。我没忍住爆了植物，下一秒大块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，一副要把我从凳子上拔起来的样子。朱慧飞的眼神越发得意，眼看屁股离凳子越来越远，我闭上眼睛做了个决定。随着淅淅沥沥的声音响起，一股液体顺着我双腿喷涌出。我靠，这小子竟然尿了！一时间，人群捂着鼻子避之不及。我重新坐在凳子上，挑衅似的看向朱慧飞：“你还要坐吗？”他看了一眼椅子上的液体后，眼神复杂的坐到了一旁的空椅子上。我松了口气，不停悄悄观察朱慧飞。而在接下来的几站地，他并没有任何异常行为。车子又行驶了3站地，我看到朱慧飞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到了门口。而这一站的目的地正是我们公司。上一世我记得很清楚，朱慧飞就是在这一站跟我一起下了车，然后作为我的同事，每天还追着我的屁股叫我老公。突然间，我想起了什么。在公交车上，我是成功避免让座，可是公司还有的椅子、杯子、手表这些东西都一样能跟朱慧飞产生亲密接触。我迅速拨通电话，让收废品的刘伯把我的东西全部拉走，1分钱都不要。看到光秃秃的空位照片后，我又给老板发了条微信，并把 P 好的病历一同发了过去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已经确诊了精神分裂症，不能上班了，马上就要进精神病院了，特请辞职。一切做完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这下子跟朱慧飞彻底杜绝接触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总不会跟我再有关系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没有退工作群，想看看接下来群里有什么动静。而果然没多久，我就看到顶着自己头像的朱慧飞被拉进了群里。而老板介绍朱慧飞的话也跟上一世一模一样。大家别看朱姐怀孕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是朱姐敲代码的能力一个顶5个，大家都得向朱姐积极学习。一直到下班，群里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直到晚上，女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庄不凡，你什么意思？背着我在外面搞女人是吧？搞就搞，还搞个岁数那么大的！我告诉你，老娘把你甩了！电话被挂断后，我打开微信，公司群里的消息差点让我把手机摔了。原来白天有同事问朱慧飞为什么怀着孕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来上班，朱慧飞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因为孩子的爸爸就在这个公司。”这个消息一出，公司直接炸了，所有人都在猜朱慧飞肚子里孩子的爸爸究竟是谁。可同时一圈人问下来，朱慧飞统统摇头，最后一个说出我的名字时，朱慧飞满是羞涩点了点头。公司群里艾特我的人排起了长队。庄必凡，你辞职原来是不想负责啊，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你这脚踏2只船有点太过分了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说话的这个人正是我的竞争对手史东强，他眼馋我又漂亮又有钱的女朋友很久了。肯定是这个史东强告的状。紧接着我又给女朋友打去电话，解释清楚这一切。如烟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这个女人绝对在胡说八道，我根本都没有见过她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跟上一世一样，我还是先用这些话稳住了女朋友。可我心中不知为何又开始隐隐不安起来。为什么我已经尽量避免和朱慧飞的接触，朱慧飞还这么阴魂不散？而且她到底为什么就这么笃定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了？我在群里直接发声明，警告朱慧飞，如果再胡说八道，我就会起诉。从公司群退出后没多久，
我躺在床上，脑子乱成一片。而这时，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照片，打开来，竟然是我和一个女人的照片，是朱慧菲。照片上她搂着我的胳膊，我俩动作亲密，而我竟然一脸溺爱的看着她，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接着照片左上角的日期吸引了我的视线，是1995年。这怎么可能？1995年我还没有出生啊！而且我什么时候跟朱慧菲拍了这么暧昧的照片？这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我心跳加速，慢慢挪到门口。顺着猫眼，我看到门外的人正是朱慧菲，她一脸羞涩，冲着我这边叫喊：“老公，我下班了，你把门开开。”我愣在原地，整个身体僵直。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朱慧菲又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？门口的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朱慧菲的声音也越来着急，力量大的我甚至感觉门就要被她踢开。隔壁老太将门打开，骂骂咧咧：“大半夜的，这是要死啊！”我敲我老公家的门，你多什么嘴？老太揉了揉眼，有点懵逼的问道：“你说这里住的是你老公？”朱慧菲摸了摸肚子，一脸骄傲：“我肚子里是我老公的孩子，就快出生了。”老太是见过我带女朋友回来的，再这么任由她胡说八道，这些烂消息明天非得传遍小区。忍无可忍，我直接拨打了110。警察到我家门口的时候，朱慧菲已经吸引了不少邻居。我将门打开，她看向我一脸惊喜：“老公，你终于把门打开了。”至于报的警吧？是我报的。这个人半夜一直敲我家的门，还造谣我是她老公，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朱慧菲侧身对着警察，像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脸。女士，请您跟我回警局一趟。可朱慧菲将头扭得更过了。我不去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警察，她大着肚子不明不白在我家门口造谣我是她老公，还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我女朋友非得跟我分手。警察点了点头，却碍于朱慧菲孕妇的身份，迟迟不敢上水。女士，请您配合些跟我们走一趟。眼看着警察越逼越近，朱慧菲竟然捂着肚子跑了。最后才在楼下拦住了他。警察局内，朱慧菲被警察审问，而我掏出了手机上收到的那张图片。这照片的时间是95年，可95年我都还没有出生，怎么可能和他出现在一张相片上？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打通了发件人的电话，朱慧菲的手机铃声响起。警察拿着照片质问他：“照片是什么情况？”如你所见，是我和我老公的合照。警察眼神越来越复杂，我明白他们现在一定怀疑朱慧菲精神有问题。直到翻看朱慧菲的档案后，旁边的警察传出了惊呼声：“朱慧菲，你去年刚刚出狱。”什么？这个消息让我脑子愈发混乱。这朱慧菲竟然坐过牢！我说你们不用逼问我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敢打保票就是钟必凡的。不信，等到时候我生出来就可以做亲子鉴定。警察面面相觑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你们现在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最后就让科学来替我证明，不行吗？面对朱慧菲如此笃定，他们也有些犹豫，扭头看向了我。庄先生，您看是不是之前你们见过面，发生过关系？只是你给忘了。我双眼猩红，恨不得自杀来自证。我香蕉个巴拉，要是跟他发生过关系，我现在就去死。可朱慧菲却不急不躁地说道：“老公，你别着急了，看你生气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这样吧，你说啥是啥，咱们的孩子真的不是你的。”我情绪崩溃，拿起旁边的笔筒准备揍朱慧菲的时候，她突然捂着肚子躺倒在地。不好，孕妇要生了。当天朱慧菲如上一世一样生了4胞胎。1周后，警察表情复杂，将亲子鉴定的结果拿到了我面前。庄先生，经医学鉴定，这4个孩子确实是你。随着警察话落，我的心又一次巨石击中，我直接瘫倒在地。不可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费尽心思，没有跟朱慧菲接触一点，可她肚子里的孩子究竟为什么是我的？警察同志，有没有可能搞错了？这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我一个1.85米的男人急得满脸是泪。警察皱眉，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激动。庄先生，这头发都是我亲自拿去化验的，医院的机器很准确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这4个孩子确确实实跟你是父子关系。杯子碎裂的声音响起，竟然是女朋友。她目瞪口呆，眼里含泪，显然被这个消息震惊到，跟上一世一样。她走过来，用力给了我一巴掌后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庄必凡，我要跟你分手，我要你以后在京城混不下去。”我甚至都没有说出话，柳如烟就直接转身离去。既然您是孩子父亲，那就负责好该负的责任。可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又扭头问了句：“对了，您之前是说过，从来没有见过朱慧菲吃吧？”此刻我心如死灰，只是呆愣的点了下头。警察没有再多问，转身离开。此时门口围着几人，看热闹的窃窃私语。那天晚上还装呢，说自己不是孩子爹，现在鉴定结果拍脸上了，说不出话了吧？小伙子，我说你别坐地上哭了，一胎4个大儿子，多有福气啊！你爸妈知道了还不得乐疯了？我本来就生气，爸妈2个词更是戳中了从小就是孤儿我的心。我疯了一样拿起扫把将这群人赶了出去。可手机上我又收到了朱慧菲发来的消息：“老公，我和宝宝都想你了，你赶紧来医院看我们吧。”手机直接被我摔在地上。我绝对不要再过跟上一世一样的生活。就算朱慧菲拿出亲子鉴定来又怎么样？老子这辈子就当个渣男，什么都不管了。可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猜想，我给警察打过去了电话恳求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求求您一定要帮我调查清楚朱慧菲的生平和工作经历。”好，没问题。可这一世的朱慧菲显然跟上一世一样难缠。医院内，她抱着孩子站在了18层的高楼上。我老公不要我了，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我还不如去死。医生护士纷纷斥责我不是个男人，我的手机直接被同事打爆，连同女朋友都到来电话辱骂我。庄必凡，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，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你都不管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朱慧菲，她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是我的。我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试图去逃避这一切。手机铃声又一次响起，是警察打来的电话。庄先生，至于朱慧菲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要跟你有关系，我们这边已经有新的进展。通话结束后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什么？真实情况竟然是这样的？可就在此时，门口传来噼里啪啦的敲门声，同事的声音接二连三响起。
庄必凡，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老婆大着肚子都要在医院跳楼了，你在家里装什么死？这群人渣！以前我跟有钱的女朋友在一起，每天巴结我，抱我的大腿，现在我一出了事，纷纷都做起正义使者了。敲什么敲？小心我报警告你们私闯民宅！史东强直接啐了我一口。你不管不顾自己的孩子都被网民通缉了，还有脸说报警？你现在还是马上跟我们去医院吧！不就是去医院吗？老子不怕！再给老子1个星期的时间，老子要狠狠打你们这群人的脸！病房里，朱慧飞一看见我，表情欣喜的直接冲了过来。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！肥腻腻的身体紧紧贴在我身上，我没忍住把他推开。一旁的史东强竟然给了我一拳。庄必凡，你装什么装？不是当初在床上痛快的时候了，现在一副恶心的样子，做给谁看？柳如烟也来了，我正想上前，史东强却抢先一步挡在了女友面前。庄必凡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后面的朱姐才是你老婆，婴儿床上的4个孩子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说你放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不管，天天觊觎别人女朋友干什么？别人女朋友？我看向柳如烟，她眼睛一沉，竟然上前直接挽住了史东强的手腕。对啊，我现在已经考虑要不要跟史东强交往了。史东强眼神欣喜，我目眦欲裂，他竟然又将女朋友的手攥得紧了些。怎么，你都背着我在外面搞出4个大儿子，我还不能无缝衔接了？其实我比谁都清楚，女友在说气话，可看着史东强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我还是止不住的生气。最要命的是，身旁朱慧飞又一次缠了过来，她径直走到女友面前，直接跪下。美女，我知道我老公心里喜欢的人是你，可我不能没有他，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，我就求求你了，把他让给我吧。再不济，我做小，你做大，我天天伺候你们2个，行不行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柳如烟显然被吓到了，而朱慧飞的这一行为又让身边的人对我开始大肆指责。庄必凡，你做个人吧，你老婆可是刚为你生了孩子，就不怕这么刺激？你老婆得产后抑郁。史东强更是将女友挡在身后。朱姐，我女朋友不会做这么大，更不会跟别人用一个老公，你跟庄必凡还是锁死，不要祸害别人了。就当柳如烟要走的时候，我再次开口：朱慧飞，如果你肚子里的孩子我能证明不是我的，你是不是就能放过我？老公，你别胡说了，这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？你快来看看孩子，跟你长得可像了。我一把甩开朱慧飞的手后，冲众人大肆宣布：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可以证明朱慧飞的孩子不是我的。紧接着，我直接冲到女友面前。我要是骗你，1个星期后，我直接从医院楼上跳下去。众人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只有我注意到朱慧飞眼里闪过一丝心虚。可奇怪的是，她竟然没有再缠着我，我没有理会，直接离开。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手机差点被打爆，全都是让我对朱慧飞负责的话。直到警察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你那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？要是出来了，跟咱们想的一样，今天就去医院正式把这件公之于众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医院内已经提前来了不少人。他从病床上挣扎下来，竟然直接跪到了我面前。老公，你别不要我好吗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就是别不要我。如果你真的不要我，那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。孩子以后问起我来，你也不要说出我这个生母的身份。我闭上眼睛，狠狠舒了口气。到这个关头了，朱慧飞竟然还不知死活的诋毁我。朱慧飞，你能闭嘴吗？你生下来的这4个玩意儿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人群中有人指向我，亲子鉴定白纸黑字，你是看不出来吗？我冷笑着将之前的亲子鉴定撕了个粉碎。抬杠的人一会儿给我吃屎！由于我太过嚣张，果然有看不下去的要揍我。老子今天非要提前行道，做得你痛改前非。史东强也准时出现，戴上拳击手套，眼看要大干一场。就在10几双拳头向我过来的时候，我直接掏出了一沓纸，摔到了众人面前。瞪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老子到底是谁爹？史东强拿着我甩出来的纸，眉头紧皱。庄必凡，你发什么疯？这亲子鉴定上不是还是显示的99.9%，你就是这孩子的爹。可随着众人耻笑的声音，我一把夺过史东强手上的亲子鉴定。确实是99.9%，但是你仔细瞪大眼睛看看，是我跟谁的基因99.9%重合。而随着史东强又一次举起纸张观看，他眼神惊恐，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场景，直接将纸甩到了地上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好诡异啊！我不仅跟朱慧飞的4个儿子基因重合，和我同事的基因也重合。原来我不光是朱慧飞4个儿子的爹，我还是我同事的爹。说着，我将那一沓亲子鉴定一张张展示在众人面前。还有我们公司老板也是我儿子，这个护士是我女儿，连同我对门老太都跟我基因重合。我怎么儿子女儿这么多啊？所以在座的大家伙，要不要也跟我做个亲子鉴定？可能有惊喜哦。下一秒，史东强将那张我跟他一样的亲子鉴定纸也撕了个粉碎。这都是你 P 的图吧？庄必凡，你别把大家伙当傻子。大家仔细想想，怎么可能这么多人跟他基因重合？就是小说也不敢这么编吧？众人应和史东强的声音，我却丝毫不慌。远处，柳如烟也用复杂的表情看向我。庄必凡，都到这个程度了，你就别装傻了，赶紧8抬大轿把朱姐迎娶进门吧。说着，我被众人直接按倒在地。朱姐，庄必凡给你求婚呢，赶紧答应啊！朱慧飞脸上满是羞涩和窃喜，我手中还不知道被谁塞了一个戒指。就当朱慧飞准备接过我手中的戒指时，警察的声音响起：庄必凡的这些亲子鉴定不是 P 的，是经过医院仪器鉴定出来的结果。朱慧飞的孩子确实不是庄必凡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亲子鉴定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庄必凡怎么可能跟这么多人基因重合？可警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表情凝重，走到了朱慧飞面前。朱慧飞，你有没有要对警察坦白的？朱慧飞低着头，全然不像刚才那么嚣张。无可奉告。朱慧飞，你明明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庄必凡不是你孩子的父亲，为什么要污蔑他？你现在要是坦白从宽，我们会减轻对你的处罚。警察这番话，不光在场的人云里雾里，我其实也有些搞不清楚。这些天只顾着和朱慧飞澄清关系，我也没有深入询问警察，为什么我会跟这么多人的基因重合。庄必凡，之所以你会跟这么多的人基因重合，是因为你不是人类，是机器人。
机器人这3个字直接让全场所有人思维待机。下一秒，朱慧飞疯了的一样，竟然直接上前捂住警察的嘴。你给我闭嘴！钟必凡不是机器人，他就是人。朱慧飞，你干什么？很快，他被警察按压倒在地，并带回了警局。一切的真相正式揭开。所以，我真的是机器人，还是朱慧飞当年亲自制造的？从警察嘴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迟迟不能平静。当年朱慧飞作为全国顶尖的科学天才，和自己的爱人进到了研发机器人的团队，可没想到因为一次事故，朱慧飞爱人唐三不幸丧命。后来他竟丧心病狂，将机器人的脸比成了唐三的。而你作为机器人，刚刚成功运行的那一刻，就被朱慧飞强行从发明基地带走。因为触发警报系统，警察追了过来，他竟然直接将你丢到了路边，而后你被好心人捡到送到了孤儿院，才有现在的你。朱慧飞自去年出狱后，就多处寻找你的下落，因为当年他在你身体里私自安装的定位器。原来他找到了我，并且跟上一世一样，是想将自己怀孕的事儿嫁祸到我头上，然后让顶着唐三脸的我跟他厮守一生。可惜我是机器人，根本就没有让对方怀孕的能力。作为机器人，你的基因特殊，所以才会跟所有人的基因重合。至于朱慧飞孩子的生父，我们也找到，11年前朱慧飞出狱后在路边喝多了，和一大叔发生关系怀上的。这个大叔也找到了，和孩子的心字鉴定正在检查中。此时面对朱慧飞撕心裂肺的大喊，也让我彻底明白上一世他为什么要杀了我。我就该杀了你，只要杀了你，我就能将你的尸体永远保存在我身边，唐三就还能永永远远的陪着我。一切真相大白后，我却没有预想中开心的感觉。这算是一个好结果吗？我是成功摆脱了朱慧飞对我的纠缠，骂名也成功洗清。可我竟然是一个机器人，一个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机器人。庄先生，朱慧飞孩子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可以证实是那位大叔的，而他也因为犯了污蔑罪，要再次入狱待一段时间。可他要求最后再见你一面。监狱门口，朱慧飞死死看了我一眼，像是要把我刻进记忆。他缓缓说出了那个名字。唐三，我好想你。可这段好似感人的爱情故事，上一世却毁了我一生。对话结束后，朱慧飞也再次入狱。可当我转身时，柳如烟竟出现在我眼前。她没有说一句话，直接扑进了我怀里。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就在此时，身后又出现了几个陌生人。钟必凡，我们是多管局的人。虽然这些年您作为人类生活很顺利，但是您身体内的各项硬件可能需要更换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必凡，在家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当我被有关部门带回基地时，原来研发机器人的团队看到我时都露出震惊的表情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就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，和他们并无差别。你是唐三？我不是唐三，我是庄必凡。上一世的痛苦，我要你们用命来偿还。